欢迎收看辱华的华系列节目第16集。今天这期节目原本的内容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宋冬野新出的音乐专辑叫《再想想》。由此呢，我们来看看在红朝末年一个文人诗人、词作家或者思想者，那他在表达自我的时候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以及呢影射出的可能目前大部分中国人的一个精神困境。那但是呢，有一个突发情况所以我就先放在前面来介绍一下与我今天想聊的主题也有关系。就是有一位 YouTuber 叫张内贤我原来是完全不知道这个人的直到这个消息传出来我才知道。说他呢被北京警方刑拘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他的频道。那这个人呢，据说是一位独立导演，有4万多的订阅者等于他呢是生活在北京，但是露脸在做油管节目然后去主要风格呢是一种脱口秀对于一些时政对于一些热点话题做一些讽刺。那么这个是他家人在他频道社群里发出来的消息说7月1日等等等等就被刑拘了。好，我们有一段视频大致看一下他的一个风格。中央的彪形大汉平时满口脏话，跟个流氓似的，结果在镜头前面一张嘴，脑子里自带一个中宣部。以前私底下整天骂共产党，骂的那个脏结果现在让他们来真的，居然给你一抹脸，愣是把黑的给说成白的，也不脸红也不害臊的。平时一个个都装的挺叛逆微信签名上给你写着我们来自地下。什么来自地下呀？我看是来自地下党吧。有人说呢，他这段视频影射的这个心口不一的这个彪形大汉是徐晓东我不知道这个中间的梗是什么，他们之间的这个渊源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但是你看他还是挺敢说的像什么共产党中宣部什么这些词儿他经常挂在嘴上，那这就是非常危险的了。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红朝末年人们会积压非常多的情绪有很多的愤怒，很多的不满，很多的东西想要表达出来。那一种呢是用张内贤这样的方式，我们不推荐你如果在墙内，我是不推荐你是来做这个油管节目的尤其是露脸来做，这个风险很大，因为这个审查的标准或者是不是给你扣上寻衅滋事的这个罪名，并不在于你你自我审查是没有用的他们想要给你扣这个罪名，无论如何都能给你扣。所以呢，你可能说表面上还说我们不推翻共产党我们不怎么没有用的这种解释没有用的。所以呢，我现在给大家看这个宋冬野出的这张新专辑我们来看看这张新专辑呢叫《再想想》，这是他个人的第2张专辑但是距离第1张专辑已经时隔13年了。那说起宋冬野这个人呢，我也不是很了解，好像也是一个北京人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他的一些歌比如什么董小姐呀什么安河桥这都是他第1张专辑的后来呢出了一首非常有名的叫《郭元潮》那么也是可能是他最好的一首歌。那这首歌也收录在这第2张专辑《再想想》里面了。好，那么他沉寂了这么多年呢，现在这张全新的专辑出来我强烈的推荐给大家每一首歌都好听这个好听呢，从旋律上来说这个音乐的整个制作上来说，我觉得非常完美可能你一定要挑毛病的话，就是它的第1首和最后1首是纯乐曲一个序曲和一个尾声纯乐曲。那么这个第1首的这个序曲，我觉得可能没那么好听你直接跳过去就行了从第2首开始就是正经的，都是歌曲了，都是他在唱的。那好，我们就来主手的来说一说因为除了音乐性上来说，我更推荐的是他的这个词作水平这个词写的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当年的董小姐安河桥之后宋冬野从郭元潮开始，他的风格或者说他个人的沉淀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所以我才刚开始会说他的有些语言已经具有了这个诗性的美那种隐喻，因为我们知道诗这个东西中国的这个诗它其实是诗歌，对吧？最开始都是可以唱的都是可以吟唱的。最后你如果不唱呢，你也可以去咏诵，是吧？这是一种有韵律的。那么它在当时可以流传，也是要靠这个歌的形式去流传。那最后呢，这个曲子这些调都失传了之后，最后作为词这部分的文字流传下来了。那大概中国的诗歌就是这么一个模式吧所以我觉得宋冬野呢，现在我们当然了跟他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可以听到这些歌，听到他唱如果你按照古代这个模式几百年后这些歌的旋律都遗失了之后，那他做的这些词有些还是可以以诗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水平还是挺高的。而且呢，我们知道其实古代的这些文人和现在的这些无论宋冬野还是张内贤这样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都要面临一个政治审查以及政治迫害。那么有些话呢，你就不能说那么明你作为一种自保吧因为你死了，你就没有办法写新的诗了，对吧？你总要让你的生命以及你的这个创作生命可以延续下去，所以他就会说得很隐喻用一些故事，用一些东西，用一些象征的词去包装它。那我觉得这方面呢，可能宋冬野就做的自我保护上可能比这个张内贤就更高明一点就稍微安全一点。但是你一定要挑他的错去给他定罪也不是不可以所以我们现在呢，今天想给大家念一念他这里面一些我觉得写的很好的词首先是整张专辑的第二首就是除了那第一首的纯乐曲之后，第二首就是第一首他唱的歌叫《与我交谈》。这首歌特别好听特别好听。他一上来就唱阳光上东夕阳西下混血儿童爬满枝芽与我交谈，在鸿沟中要将划船，烟雨蹒跚，姿态涣散，谈论祖国，谈论战火他山，肉体违反然后接着他唱，我有鸿鹄一座浓汤，天边的味道请尝一尝，年轻的血，手撕的翅膀，心神皆在的肝肠。我有文章弥天大荒，潮流的教化来尝一尝，神仙的笔，皇家的纸张，审核通过的印章。不好意思我本来没打算唱的，然后我真的没打算唱的，我只是想给大家念一下这歌词，但是因为我这些天我一直在听，所以刚才念着念着我就唱出来了大概是这样。所以你看他这个歌词写的特别的好我们知道鸿鹄之志我有鸿鹄，但是已经做成浓汤了，天边的味道天边那么美，但是你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尝一尝它的味道后面写的年轻的血，手撕的翅膀我刚才不是唱错他自己唱的就是形神皆在的肝肠，但是这个词里写的是形神俱在的肝肠我也不知道它本意是什么然后后面这几句更漂亮我有文章，但是呢是一个弥天大谎，对吧？后面最后神仙的笔真的有才华神仙的笔，但是呢皇家给你提供的纸张，最后还有一个审核通过的印章，你说他在影射什么呢？那宋冬野也说了就是他的这些歌曲出来之后，解读权都在大家
对吧？因为他也不想惹麻烦啊。你愿意怎么解读，我怎么解读是我的事儿啊，跟宋冬野没关系，我也不想给他惹麻烦，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生活在墙内。OK， 我们接着往下看啊，下面一首叫《谢谢你》，非常的好听。那个你听到最后，他歌词唱完之后的那一段间奏的旋律，美妙极了啊。那么这几句写的也特别漂亮啊，任上一片夕阳做父亲，取下一道伤口为妻，在有所作为之前杜撰几句真理，左眼解意义的意义，右眼当酒徒的影迷，我只要目所之极都具体成你，谢谢你。就是他的这些歌词啊，其实就像中国古代的一些诗词一样，你很难说它具体的这一个象征啊，比如夕阳，它本意究竟指的是什么？谁在认哪一个夕阳去做父亲，娶哪一道伤口为妻啊？这些东西是什么意思？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读，对吧？但是呢，从他这种非常悲伤的音乐的这个旋律啊，配上这些稍显疲态的这种词啊，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一个人啊，在这种红潮末年，很多事情他已经大概看明白了啊，很多事情大概都看明白了，但是无能为力啊，你无力去改变它，你也无力去改变身边的人，甚至交流都非常的困难，那就会形成这样一种非常荒诞的现实，在荒诞现实中的这个人的一种虚无感啊，就是你非常无力，觉得一切都挺虚无的。但是当然了，这个宋冬野最终没有完全落在虚无主义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大家就明白了。好，下面一首歌非常重要啊，叫《后记》。这首歌呢，实际上是他这个整张这个专辑制作里啊最后写完的一首歌，等于他是从2018年陆续的创作到今年啊2026年发这个专辑啊，这8年时间他创作的这些歌里面最后一首是这个后记，当然他在整张专辑里放在第4首啊。这个后记是谁的后记呢？是之前郭元潮那首歌的后记啊，所以讲的还是这位郭先生。那在他这些曲子里啊，这个郭先生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啊，但是我知道郭呢和国家的国啊发音是一样的。那郭元朝，元朝我们知道这个发音，这个抗美援朝是不是就只能往这个上面去联想？当然了，这个宋冬野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不知道啊。国家抗美援朝，郭元朝，那这是郭元朝的一个后记，就是这位郭先生老了啊，什么其实都看透了，但是一切也都无能为力。这首歌的特色呢，就是它有在非常美妙的旋律之下，宋冬野并没有唱，没有唱，这首歌没有唱，而是在做一种像咏诵这个诗歌一样的一个念白。他就说呢，他说从此啊，滩上的石头都只相信这位郭先生，雨水也都只砸进他一个人的眼眶。镇上的青年以为旱季来临，纷纷逃往海上。你看，就一开头这3句话啊，就勾勒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画面，非常有故事感啊，非常荒诞。就是滩上的石头都只相信这位郭先生，然后雨水只砸进他一个人的眼眶，那就没有雨水了，因为都进到他的眼眶里了，成了他的眼泪。结果镇上的青年啊，就这些普通的大众们啊，那没有雨水了，就以为旱季来临了，那就要出逃啊，纷纷逃往海上。我们再往下看啊，然后中间有很多，我就不全给大家截屏了。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听这张专辑啊，去看他的歌词。那中间这句也写得很好，1万亿怒江的水分子汇聚成他心中的愤怒。那么1万亿种愤怒也就团结成了一去不回的江水。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感受啊，其实在中国现在就是有1万亿种愤怒，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满，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愤怒。那这些东西呢，最终还能够团结起来啊，被某一种宏大叙事团结起来。但是呢，其实最终也是一去不回的江水，就是没有意义的啊，最终全都飘散在这个时间和历史里。所以你看他反复的在这里面说，谁没有故事呢？你说啊，谁没有故事呢？你说，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有委屈，都有不满。
又能怎样呢？对吧？这种荒诞感，这种虚无感就出来了。还是这首歌啊，后面有这么一句，他说：“应该就像村民一样简便的活着的。”他想来想去，还是认可了这一点。沉溺于繁衍，只在乎自己是不是戴了绿帽子，只在意绝对的对和绝对的错，只关心凡事都只说绝对的傻子。在骂谁呢？然后他还说啊，不要回去，不要回去啊！他的心中又想起这样的忠告：不要回来，不要回来，不要回来，不要回来。他这是在对谁说呢？大家自己去发散思考啊！我不是很想去每一个字儿都去解读它，因为也可能解读的不对，对吧？我也不认识宋冬野啊，但是呢，这些东西会给人很多的遐想啊。接着看下一首歌啊。下一首歌呢我跨过2首啊，不可能每一首都讲啊。后面有一首歌非常的好啊，叫《知道》叫《知道》，这个要好好讲一讲。中间有一段歌词，它是这么写的啊：不在乎蚂蚁，也不在乎国家，不在乎佛祖也不在乎手枪，把哲学家的拐杖插进这无能的土壤，不在乎它开的花。我们知道蚂蚁非常微小的一种存在啊，国家是一个宏大的叙事啊，佛祖呢是一种宗教的救赎，手枪是一种暴力的表现，所有这东西都加在一起，他全都不在乎。其实这个非常符合现在很多中国人的一个精神状态，就是他嘴上喊口号啊，或者配合一些叙事的时候，这些东西他是要在乎的啊，但其实在他心里什么都不在乎，非常疲惫，我只想活着，我只想搞钱，对吧？所以他最后说，他说把哲学家的拐杖就是代表着思想，对吧？代表着这种认知的改进，我插进这无能的土壤，又能怎样？它能开出什么样的花呢？我也不在乎我们看接着后面他写反正活着的人也没人知道为什么活着管什么行船的技巧。就宋冬野的词里面有一些象征他是经常会用的，你比如说船一个载体，对吧？然后呢，包括海水水载舟嘛，对不对？那这中间就有一个所谓的行船的技巧，对吧？这是一种方法论嘛活着的方法论，但这些都没有用他对唱这儿特别有意思什么也许有天文艺复兴，我上了想象的当大概是这个调什么我忘了怎么唱了，什么一拍大腿就知道了后面就是反复的，他说知道了，就唱这个歌知道了就一直在唱，知道什么了呢？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读就是说宋冬野并没有说我看透了我怎么样，他只是说我知道了就这么一个情况，我知道了。其实很多中国人都是我知道了，但是在这一切就是一堆人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不用跟我说了我知道了，我什么都知道了，有一点敷衍，有一点无奈，带着疲惫我知道了，但是在那背后还有一层更深的荒诞，就是他们真的知道吗？他们真的知道吗？他们真的知道他应该知道的，或者他以为他知道的那个东西的本质是什么吗？他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是最荒诞的一层。所以这首歌也是强烈推荐给大家然后后面还有一首叫《落雁》，也非常好听你看它里面有一句，他这么写，他说：“你看他们多疯癫，被俯瞰众生的大人们欺骗，不停的欺骗，被骗得情到深处，远近不安，反侧思服。”这句歌词是什么意思？我们都知道，真正在骗中国人的是谁，对吧？就是这些所谓俯瞰众生的这些大人们这些红色家庭，这些体制内的这些高官，这些共产主义分子这些共产党这些大人们，
就被他们欺骗。但是最后你会看到中国人这些大众啊被骗的产生共情了，和这些骗子们。当然郭文贵也是个骗子，对吧？李洪志也是个骗子，那些信众也是被他们骗的产生共情了，情到深处。荒诞吧，但这就是现实啊。然后后面这句啊，就是唱这个赤桥欢歌，青冢哀弦啊，杯酒当海，雁落翩翩，这是一种反差的一个比喻啊。然后后面这两句非常好听啊，他说唱人人不知深和深，浅和浅，人人不问何处是人间，就这两句，然后后面就是深和深，浅和浅，何处是人间，就是他反复的唱啊。这个其实词写得很白，对吧？但是意思非常的深远啊，人人不知啊，什么是深，什么是浅。其实这真的符合一个洪朝末年中国人的一个精神状态，就是很多人长期的被隐藏着真相啊，困在这个一个这个叫什么茧房之中，对吧？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深浅，什么都不知道啊。关于中国的历史，关于共产党的历史，关于中国的现状，一切都不知道。那么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还只是第一层的荒诞，第二层的荒诞是后面这句，你不知就完了吧，甚至人人都不问何处是人间了，就是很多人都已经不在乎说我到底是不是活在人间，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制度才叫真正的人间，人们连这些都不关心了，都不会去想了，不再问了。好，这个后面呢，就是比如《郭元潮》这首歌啊，也收录在这张专辑里。《郭元潮》这首歌我就不讲了啊，原来讲过了，那可能到现在还是他最好的一首歌啊。然后郭元潮之后呢，就是整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啊，就是唱的最后一首歌。然后这首叫《再想想》，就是他这个专辑名啊。再想想之后呢，还有一个尾声的一个纯音乐，那个纯音乐也挺好听。那这首《再想想》呢，我们也可以聊聊啊。你比如这句挺好，挺逗的。他说：“那就再想想啊，养条狗吧，让家里的老猫成为皇帝。”但是你听他唱的时候，你会听成啊，让家里的老毛成为皇帝啊，不得不让人想到这个当了皇帝的毛泽东啊。那到底取代了他英年早逝的主人指的是谁呢？啊，指的是民国还是指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啊，指的中国的民主吗？不知道。匿名举报啊，吃饱了的鸡啊，这句我没太想明白它到底影射的是什么啊，反正就是很值得回味它的词。那再想想呢，我觉得最终是现在宋冬野的一个精神状态吧，啊，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我为什么说啊，他表面上看呢是写了洪朝末年的各种荒诞，以及呢普遍的人们啊，普遍的中国人，可能包括他自己，在中间所慢慢的由于疲惫，由于无力，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滑向了一种虚无主义，就是一切都就都这样啊，反正。但是我为什么说他最终又没有住在这个虚无主义里啊？宋冬野还是跳出来了，就是这一句啊，再想想，包括他用来当这个专辑名的啊，再想想，实际上他并没有去沉溺或者耗费在这个虚无主义里，他还是在跟大家说，你要再想想啊，这个党国喂给你的这种宏大叙事啊，这种对于历史、对于整个世界的这种歪曲的解读，对吧？通过防火墙来控制你，接触到真实的信息，那么以及这些东西喂给你之后，你不要就这么接受了。虽然有很多的压迫，很多的这个你没有办法去抗争的一些东西，但是你不要就这么接受了，你还有思考的自由啊，你还是应该再想想。
你认定了一些东西，你说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想透了，我看透了，我知道了，真的吗？你要打一个问号，你再想想啊。所以我觉得这3个字呢，其实意味很深啊，再想想。好，那我这首整个这个专辑啊，我就推荐到这里啊。那么这个，我唱的不好听啊，突发奇想去唱的，你们就多包涵啊，多担待，自己去听啊。我觉得这个宋冬野唱的还是比我好听多了啊，人家专业的音乐人。我觉得这个整个专辑啊，我们可以视为红朝末年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啊，音乐性。也不能说完全无可挑剔啊，但是我觉得95分以上绝对是有的，这个音乐性做得非常好。那更好的是这个词作水平，那这些词虽然呢，它很多东西它没有办法去说透，那包装起来、隐喻起来去说，但是这样一来呢，反而赋予了它一种诗性的美感。那这些东西是可以流传很久的。你就像郭元潮里他最后那一句话，对吧？我们山前没相见，山后别相逢，就这一句话。那其实这句话有很多的解读方式啊，它会在中文的这个语境里流传很远很久，被后面的人赋予不同的意义，产生新的生命。我觉得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其实这也是未来中文的一个希望。所以宋冬野的这样的一个创作啊，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啊。其实他这样的词儿会不会给他惹麻烦，也有可能啊，因为你一定要套这个，给他扣一个罪名的话，怎么样也能找到啊。即便没有任何罪名，我就是要找你麻烦，我觉得你冒犯我了，我就是要找你麻烦，也是可以做到的。所以当然了，祝他好运啊，祝他好运，不要像这个张内贤这样啊。那张内贤呢，我们也祝他好运啊，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太严重，那可以安全的出来。但是继续做油管频道，我觉得可能不太现实了，除非他人最终能想办法润出来啊。那如果有这么一天啊，我也期待能不能去跟他做一场对话。我特别好奇他是怎么想的，就是人明明在墙内，那很多事情应该看得也比较明白，但是为什么要露脸去这么做节目？这个是我想不明白的啊。他不是说我就给你鱼死网破了，我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我就给你抗争到底了，不是这种作态，对吧？他也有在自我保护，在一些节目中有些话他也不能说那么透，对吧？他觉得对自己是一个保护，但是其实你看是没有用的。我特别好奇他的这个认知是个什么状态啊。Anyway 吧，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啊，感谢收看、订阅、分享。